我左眼能看到1年后发生的事，我能看见彩票店1年后的开奖号码走势图。我将1年后各期彩票中奖号码记在日记本上，只需等待1年，我将一夜暴富。我是4个月前突然拥有了这项特殊能力，我打算利用这个能力买彩票中大奖。可让我担心的是，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今天夜里我起床喝水，忽然看见我家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手持尖刀的黑衣蒙面人，他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屋子。幸运的是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我放下手中的水杯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衣人，心想这人是要入室抢劫吗？难道1年后的今晚我的家里会遭贼？此刻我的屋子里是亮着灯的，可1年后的今晚整个屋子里都昏沉沉的。黑衣人个头不高，瘦瘦的，他头上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来这人早有预谋。黑衣人手握尖刀走向了我的床，趴在床上熟睡的我却浑然不知有人靠近。黑衣人悄然来到了床边，忽然他手起刀落，尖刀直接刺向我的后颈，被子里我都来不及反抗，略微动弹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黑衣人没有在屋子里翻箱倒柜，只是拿起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然后悄然离去。什么情况？1年后的今晚，我会在睡梦中被人一刀嘎了吗？而对方的目的正是那个记载了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。我赶紧跟了出去，想要搞清楚害我的人是谁。黑衣人出了屋子，他绕过几栋楼房，然后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了后街。他来到了一座宾馆前面，然后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宾馆，黑衣人并没有在前台开房，他有意压低了帽檐，然后直奔楼上。黑衣人来到2楼和3楼之间的转角平台，他取下了头上的帽子，脱掉了身上的黑色大衣，她竟然是个女人，里面穿着裙装。他打开了他的包，一双高跟鞋被拿出换到了脚上，他取下了口罩，一张精致的脸尽显无疑。先前的黑衣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身穿裙装脚踩高跟鞋的长发美女。1年后的今晚，我居然是被一个女人一刀捅死的，可这个女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，她到底要干嘛？接着女人走上了3楼，然后敲响了304号房门，门很快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男人笑盈盈地看着门口的女人，然后一把将女人拉进了房间里，房门也随之被关上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在刚刚杀掉我之后，居然还有闲心跑到宾馆里来跟另一个男人幽会。我越发对这个女人感到好奇，我得进入房间里去看看。我赶紧找前台开了一间房，我点名开了304号房。幸运的是，今晚的304号房并没有客人入住。我拿门卡打开了304号房门，走了进去。进入房间之后，男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。我看到床头柜上摆了2个倒有红酒的酒杯，女人正将1瓶安眠药倒入了其中的一个酒杯里。5分钟后，男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女人端着2只酒杯笑盈盈地走向了男人，她将放有安眠药的酒杯递给了男人。男人将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就要对女人动手动脚，女人却以先洗澡为由走进了卫生间。男人只好无奈地玩起了手机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他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哈欠。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女人只是将水放着，贴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男人终于睡着。女人走出卫生间，双眼死死地盯着床上的男人，目光冰冷，像一道充斥着杀气的寒光。1年后的今晚，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个女人一连嘎了2个人，最毒妇人心，这话简直一点没错。女人将男人的左手掰开，然后取下了男人手指上的1枚钻戒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在楼道的转角处，女人重新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大衣，绕过几个监控盲区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垃圾堆前，她扔掉了她的大衣和包。在不远处的一个路口，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本想继续跟上去的，只可惜我没女人运气好，我在路口等了很久也没等来一辆出租车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，我缓缓地走进了屋子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我的床。被子里的我应该已经凉透了吧？我是单身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的尸体可能要好些天才会被人发现。可是1年后，我真的会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吗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做些什么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这间屋子我肯定是不会再住下去了。天亮之后，我搬出了这间屋子，房租还有2个月到期。我打算先不退房，以便我随时回来查看1年后的情况。新的住处是我通过房产中介找到的，屋内家电齐全，属于拎包入住的那种。进了屋刚坐下，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既然我已经搬离了之前的住处，那么1年之后我又怎么可能还会死在原来的屋子里？难道1年后死在那间房子里的人不是我？我记得那人是趴着睡在床上的，昨夜我的左眼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人的脸。如今我都已经离开了那里，那么1年后死在那里的人就一定不是我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下一任租客。可是我明明看到凶手拿走了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日记本。可此刻我的日记本就在我的身上，既然我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住处，我的日记本又怎么会在1年之后出现在那间屋子里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忽然接到了我一哥们儿张三的电话。听说你不住原来那地儿了？是的，我已经搬出去了。可我记得房租还没到期吧？就这么走了不是浪费吗？那屋子我住不惯，反正也就多交了2个月房租，浪费就浪费吧。既然这样，那还不如便宜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，我明早就搬过去，也好省2个月房租。那屋子邪乎得很，你搬过去要出事的。
我可不信这些，只要能让我省钱就行。张三问了我的新住址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难道我那屋子的下一任租客是张三？那么昨夜我左眼看到的被杀者会不会就是他？可我那日记本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将来的某一天，张三会拿走我的日记本？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忽然我就愣住了。我看到屋子的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一个女人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进屋的女人居然就是昨夜我看到的凶手。